你有沒有發現，現在身邊越來越多人開始怕看手機消息？消息一旦已讀，就好像默認你必須馬上回，不回就是你態度有問題。你去山姆逛一圈，發現貨架又換了一批東西，國產超市貨多了，進口商品少了。公司來了個新領導，第一周連開7個會，第2周開始要日報周報，第3周你發現自己每天忙得要命，但沒有一件事真在推進。我想把這些事統稱為阿里病。2026年6月，釘釘核心產品經理滕雅欣，花名優素，在阿里內網發了一封7.5萬字的離職信，標題叫“置身釘內”。他不只是單純發牢騷，而是把自己怎麼一步步被系統推到極限寫得很細。據公開報道，後來釘釘管理層也出現調整，無招卸任相關職務。但這封信能刷屏，肯定不只是因為大廠內鬥，更多人是在裡面看到了自己。我想借這件事講的，不只是釘釘，而是類似的管理方式怎麼從大公司往外擴散。它進到小公司的辦公室，進到山姆的貨架，也進到很多人每天的工作和生活裡。哪怕你從來沒在阿里待過一天。這件事繞不開吳釗。2015年，他帶團隊推出釘釘，用釘消息、已讀未讀、企業通訊錄，把中國企業辦公場景重新做了一遍。釘釘的成功確實和那種強執行力文化有關。2025年4月，吳釗回歸釘釘出任 CEO， 主推 AI 原生項目 One， 但他帶回來的不只是創業期的速度。他有一句話被反覆引用：晚上10點前回家的，我不知道你們在家幹什麼。這句話把正常生活說成了可疑行為。10點前下班回家，居然被認為不夠投入、不夠拼。這種邏輯不會直接告訴你不許休息，他改的是評價標準。休息像偷懶，邊界像背叛，連說一句我累了，都像是在承認自己不夠好。釘釘本來是效率工具，但在高壓環境裡，已讀未讀很容易變成另一套東西。你看沒看到？為什麼不回？是不是故意不回？是不是態度不積極？更麻煩的是，他會把工作一路帶到下班後。手機一響，人會下意識緊張。你可能只是去洗澡，在路上沒看到消息，但在某些管理語境裡，這些都不重要。消息發出去了，你沒回，就可能變成你的問題。工具沒變，變的是用工具的人和他們之間的權力關係。當一個消息狀態可以被解釋成工作態度，已讀回執就不只是提醒了。如果這只發生在釘釘內部，那它還是個案。問題是，類似的感受早就在職場社區裡反覆出現了。小紅書、陌陌上有很多帖子，說的都是同一類經歷。公司空降了一個大廠高管，然後一切開始變味。業務還沒跑順，新領導先開始折騰流程，要求沉澱方法論。員工每天忙着證明自己在工作，反而沒時間把事情做好。所以大廠味慢慢變成了一個預警詞。聽到這類高管空降，很多人想到的不是先進管理，而是開會、週報、加班、內卷。一個原本還能正常做事的團隊，就這樣被推進了一套表演系統裡。然後他又出現在山姆的貨架上。2025年，山姆下架了太陽餅、米布丁等一批高複購商品，上架了一些大眾熟知的普通品牌。與此同時，一些國產零食開始換上外文包裝，看起來更高級。消費者能感覺到，這不只是換包裝，更像是一種熟悉的做法，把普通商品重新講成故事，把大眾消費品重新包裝成會員精選。後來，沃爾瑪中國山姆會員店也迎來有阿里背景的新管理者。很多人開始覺得，以前那個可以閉着眼買的山姆，品質變得不穩了。比如有人發現，自有品牌的有機大豆標價沒變，等級卻從1級變成了3級。表面看是選品問題，更深一層是消費者開始懷疑，你到底是在替我篩選，還是在替利潤篩選？因為把釘釘辦公室裡的員工、小公司裡被管理的團隊、山姆貨架前的消費者放在一起看，那種不舒服很像。人變成了可追蹤、可計算、可替換的對象，信任也變成了一種可以包裝、可以消耗的東西。撐不住的員工會寫離職信，不滿意的消費者會退卡。組織最容易誤判的一點，就是把沉默當成接受。
很多時候，大家要的其實很簡單，正常生活不用感到愧疚，基本信任不用反覆自證。一家企業只要忘了這一點，它越高效，越容易讓人害怕。到那時候，效率就不再是幫人省力的東西，它開始反過來消耗人，